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我跟我对象结婚10几年了，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我的婆婆还有大姑姐经常到我们家里来。我的大姑姐经常用我的化妆品，还有我的婆婆说我看你把孩子给养的这么娇气。完了，还有我对象的朋友经常性的到我家里来，就是住10天半个月的，我也很烦。我感觉他一点也不尊重我，他想干嘛就干嘛。不知道我们2个人以后能不能再这样过下去。结婚10几年，跟婆家的关系那叫一锅粥。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陈先生38岁，来自山东保险公司职员；女嘉宾于女士40岁，来自山东高级月嫂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结婚多少年？结婚10几年了06年结的婚。生了几个孩子啊？1个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多大？10岁。今天来干嘛呀？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我的婆婆呀、公公、大姑姐经常到我们家来。完了之后呢，在我们夫妻2人之间总是说一些我这不好那不好的事情，挑我的毛病。你给我说几件事儿吧，好不好？我做饭的时候，比如说，我做饭做多了呢，我的公公他不吃；我要做少了呢，他就说不够吃的。我炒菜的时候我给买个鸡或买个鱼，我的公公就说什么呢？啊，你看你这么不会过日子。那菜做多了，夏天嘛，我怕吃了拉肚子，我就给倒了。他说：“你看你这么不会过，哪像咱们老家的人呀？”完了，我就给我对象说，给他爹说把饭吃了，完了一拉了肚子，是不是？那花钱更多。我说你问问咱爹，对不对？今天饿不饿呀？饿呢，咱就多做一点；要不饿，咱少做一点，哪怕我少吃一点也可以。他说没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总是挑。其实这个事儿呢，我都知道。也说了，因为我父亲毕竟70多岁了哈，上岁数的人嘛，就有时候就有点小孩脾气。你说他太多吧，他就觉得我对他不孝顺；你要说的少了吧，你说就这2个关系，就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也没法过多。我觉得这都是小事，说你浪费就浪费呗，大不了就下次。你看，他还总是向着他爹说，你说我哪里做错了？还有我的婆婆也是，一没事来照顾我月子，羊水破了，上医院，我婆婆就说，哎呀，别去，不让我去。完了，我们就去了。去了后，我婆婆就不高兴。其实之前呢，她来的时候，我做饭给我婆婆吃，洗衣服，我什么都不让我婆婆干。我还给她洗澡，给我婆婆洗头。可是我生孩子，她不但不去看，而且她还说我这些，因为我是剖腹产嘛，把我妈也接来了。我妈从我生孩子一直照顾我出院，我寻思我妈太累了，让我妈回家休息一下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妈呢，拉着我妈说：“哎呀，大妹子，你看这电视多好看呀！”我妈说：“哎呀，我累了，我休息一下。”然后就开始就唠叨，说什么呢？你看你姑娘这么娇气，还得剖腹产，花那么多的钱。俺大儿媳妇在那农村里，人家生孩子才花了多少钱，都是顺产，不跟你姑娘是那么娇气。你姑娘根本就不像是过日子那个人，就说我娇气，反正总而言之就说我不好。还有我出了院以后，我对象上班，那时候晚上都10点多了。我说你做点饭吃呗，因为我在院子里剖腹产又不能动。我的婆婆说什么呢？一会儿我儿子就回来，让他给你做吧。我就很生气，我说你做一下呗，我说腾馒头也可以。他非要等着他儿子。完了，他那个电视晚上也看到那11点。白天也看，也不让我休息。完了，我跟我对象说了很多遍，可是我对象呢，就说：“哎呀，他看呗，他喜欢看。”我说：“我毕竟是坐月子，可是他什么作用也起不到。”其实你看，我们家兄弟姐妹多，然后我呢，从小就是6、7岁就跟着我叔叔了，就很少和父母在一块儿。直到我高中毕业之后，我爸妈从外地搬到山东回来。我们才在一起，所以中间这个沟通啊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是那么直接。哎，你这么说，你爸和你妈在背后认可你媳妇儿不？不是太认可，因为他们希望我找一个就是那种比较朴素点。我为了协调这个关系，我和父亲将近4年多都打冷战。为啥呀？我俩这个性格比较犯客，比较犯犟，反正就是说不了2句话就会吵。不是你付出努力了吗？都为你打了4年冷战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不要跟你爸妈去吵架，我跟你爸妈好好的沟通。我问问其他的问题啊。爸妈现在多久来一次啊？原先比较频繁，1、2个月，1个月来一次。现在呢，我爸爸不来，就是我妈来。那多久来一次啊？现在基本上就是半年吧。
半年来一次，你还来我们这儿干嘛呀？我们来这里不是因为这些事情，而是我们两个人生活的确是不能关键是现在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很乱的。现在我姐住在我们家，反正比较让她接受不了，事儿太多。不是你姐为什么住你们家呀？因为她从去年开始来济南工作嘛，就一直住着了。反正我之前不知道我姐姐这么多的毛病。他姐来到我们家里，我们家里的橱子呀、柜子，他全都翻过一遍，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里有他的什么东西。我先打断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停一下。你们俩今天是来说大姑姐的，还是来说公婆的呀？都有。大姑姐天天在我们家里住着，影响我们两个人。比如说我们看个电视，她也来插一杠子。我们两个人现在都没有个人隐私了，也没有交流的时间，也没有共同的话题。这个你们应该跟大姑姐谈的，说姐你在这儿影响我们生活了呀。我跟大姑姐谈，我说实话，我不愿意跟她说话。我感觉，假如我要跟她说的话，就感觉闹得是很僵的。我希望她好好的跟她姐沟通一下。这些事儿其实也是都在我这边，我呢也没法和家里人就是说的太直接，反正就是我沟通的也少，跟他们沟通的可能力度也不够。反正让她受了很多委屈。你回答我吧，客观的给我评价一下，你媳妇儿对你爸妈好吗？综合起来还是不错的。你媳妇儿对你姐姐好吗？很好，也很好，但是也很好啊。对，你爸妈对你媳妇儿的评价不高，是这意思吧？我们家人对她都不高。啊，你对她高吗？我对她不高就不会娶她了。这会儿特别会说话。接着问啊，现在你姐姐还在家里住？来的前一天还在，我们走的时候她还没走。啊，那你跟你姐姐说过吗？说过，我姐呢属于就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皮皮哒哒那种，就是根本就这个耳朵听那耳朵嘛，就是我们家的钥匙她都有。当然姊妹这个关系说起来可能会比较直接些，我会直接给她说，但是她会不听。如果大姑姐也不来，爸妈也不来了，你们俩生活就幸福了吗？不幸福。为啥不幸福呢？因为这些矛盾积累吧也没处理好，然后我们俩正好这个班也正好是颠倒的，我是白天，他是晚上，然后我们俩最近这1-2年沟通很少，几乎不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俩这个离婚都天天挂在嘴上，但是我们俩还都想挽回这个局面。然后他跟我沟通的时候，基本上我现在比较烦，不太爱听这些事，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家庭。你觉得家长里短，很琐碎，很琐碎，很烦人，你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这些小矛盾会积累到这么深。因为我儿子在我来的前天问我，他说要是你们俩离婚，我跟谁好啊？我就觉得一下子点醒我了。我就觉得我们有必要，你有什么委屈你说给我，我哪做的不对了啊？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协调，能不能再。其实委屈的全都知道，他知道他也不去做。我现在问你什么你就答我什么，好不好？结婚10几年来，对你先生的这个原生家庭，你很失望，没你想象那么好，是吗？是。在你的心目当中，那个家庭的人对你不是很接受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你跟你先生的关系，在你的心里面是很好的，是还是不是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不好了？也有4-5年了吧。那么4-5年前发生了什么？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同学经常来我们家里，一住就是他半个月，他也不和我商量。你也知道都是男人嘛，我一个女人，他们经常出来进去不方便。我跟他说了很多遍，我说别带那些朋友来，有宾馆是带他们去宾馆吗？乡里的亲人来家里做客，影响了你们的生活，你觉得不好了，是吧？这是4-5年前你就有这个意识了，对吧？对。一直没改。后来就逐渐升级，从村里的同学朋友，一直到了现在的大姑姐。你认为这是不好的原因是吗？这些人如果都剔除，你们的生活会很好，是这意思吗？也不会，因为他的性，他现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，我俩根本没有交流的时间了。他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在哪儿？以前我们在一起交流还很好，现在他根本就不听我的一句话，什么事更是不跟我商量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肆意妄为，心里没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还有更严重的没有说。你说。关键是他的朋友来给他借钱的时候，每次都200-300、300-400的借，我也不在乎。但是有一点，他借了他不还，更多一次借了2000多，这都几年了，5-6年了，甚至更久，他也不还，而且也不提。前几天又来借钱，他还是借给人家。我说你别，他老是不听，想干嘛就干嘛。新朋友我都没见过，我也不认识，
不知在哪里认识的，他就领回家里来了。所以其实大家看啊，都说什么婆媳关系难处，根本不是，就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。你想离婚吗？也不想。想好好过吗？想啊。真想好好过吗？他好吗？他不好哎。他不好，你跟他过什么呀？因为有孩子嘛。你们别拿孩子说事儿，10岁的孩子能问出这样的话，说明你们婚姻糟糕一塌糊涂。你们俩离婚了，我跟谁过呀？这2年来，你是做了月嫂对吧？对。为什么做月嫂？因为我也是为了。其实我们俩都在逃避对方，都在回避。就是其实说白了，你不愿意面对。我不是不愿面对，我最烦的就是他嘴上说嘴上和心不是一致的。唉，你觉得你心口一致吗？对。你坚守这个婚姻的原因是？因为我的孩子嘛，我感觉作为一个孩子，我不想让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还想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所以我坚持不离婚。真想跟他在一起吗？我希望一会儿老师们给你做分析的时候，你特别认真的听一听，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。于姐，我来解决你们来到现场说的这几件事儿。第一，跟公婆的关系，公公婆婆。公婆和他姐姐，你们早离婚了，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因为他们是你宣泄情绪的发泄口。你把你所有的情绪都宣泄在你爹妈不好、你姐姐不好等等等等，宣泄在这些人身上，让你找到了理由和借口，才能够忍受、忍耐下去。你看不上他，而且我知道你为什么看不上他，因为他不像个男人嘛，他没有责任感嘛，他守不住你们的小家嘛，他没有办法照顾你、照顾孩子嘛，他没有办法维护你的名誉嘛，他连自己家的家门都守不住嘛。你觉得他现在根本不配做一个老公？你告诉我，你觉得他是不是这么想？我感觉是。你不是受气，你从来不是受气，你是有怨。
受气和有怨是不同的。受气是长期的接受了攻击，有怨是你虽然在做很多的事情，但你怨气积累在了心中，你们生活从一开始就不美好。我个人认为，就是如果真的过不下去，离婚是可以的。对于孩子来说，孩子已经接受了，而且你们离婚，孩子不会没有爸爸的，也不会没有妈妈的，爸爸妈妈始终还在。但如果你们真的要在一起，我觉得是从一场旅行开始，去寻找一下能够让生活变得美好，能够忘记那些怨气的事情，就那么多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严老师。我倒是觉得先生你才是那个不认可你这段婚姻、不认可他的那个人。你说你的爸妈、你的什么姐姐不认可他，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？难道暗地里、潜意识里，不是因为你纵容了他们吗？你有多认可这个女人啊？你的一言一行，虽然今天在场上话不多，你的哪句话在认可他？难道你不是始作俑者？天下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幸福的婚姻？天下哪个父母不会去爱自己孩子爱的人呢？所以你从心里就不认可他，而这个不认可是由于你不够自信，还是由于在这么长时间的夫妻生活中，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去处理复杂的关系，去面对他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今天看到的就是你对他不认可，而似乎女士对你的感情还比你更多一些。你刚才说了一句话，我听起来又难过又刺耳。你说你们经常把离婚挂在嘴上，但是因为来录制这次节目之前，儿子说了一句话把你点醒了。你说呢？我这个婚姻为了孩子我得挽回。我听起来很刺耳，因为其实这个女人她需要的是你们一家三口的家庭，需要是你对她的爱情，还有你对孩子的责任和爱心。你却把她撇了那么远，你直接告诉她说我现在不想和你离婚了，是因为我们儿子10岁了，儿子可怜。固然孩子可怜，他不可怜吗？你在把朋友把你自己的至亲至爱领回你们家的时候，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你该享受的都享受了，我在朋友面前有面子，我在父母面前，你看我不说我媳妇儿，我孝顺，我在我姐姐面前，你随时来，我们家钥匙给你，凭什么呀？他们家7姑子8大姨老家人都来你们家，你受得了吗？所以你不要在这儿装好人了。我认为始作俑者是你。虽然女士你的喋喋不休，你的唠唠叨叨，我听着也挺烦的，但我觉得是这么久的不愉快沉淀下来的，他不够智慧，没有沟通更好的方法，而变成了如今这样让人又可怜又可气的模样。责任你更多。所以如果真的说我们爱孩子，首先一点是我们父母要相爱。如果你只是为了孩子而留在这个家里，孩子看到的是不相爱的父母，这个对他的伤害未必比你们分开的伤害更大。所以我认为你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塑自我，去审视自己对待这段婚姻的感受，他值不值得。先生，你要想这个已经结婚12年，如今你到处不认可的女人，你还能不能从你们的回忆也好，从你们的过往也好，从你们对未来的规划也好，能不能找到继续相守下去的点和决心？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表面上说父母是被你们赶走的，朋友是被你们赶走的，接下来还要把最顽强、最坚持的那个大姑子赶走。其实这3群人都是被你们自己拖进来，任何一个人站在你们2个人中间都会不好受，包括孩子。他把朋友请回家里来，也是希望能够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，因为在这个家里面，如果只剩下你们2个人，是过不下去的，必须要有第3者的存在，来作为一个缓冲地带。这就是陆琪说的，如果没有这些第3者。
老婆对不起啊，这些年积累了这么多小事儿，对你的压力太大，可能是我一再的退让和逃避，导致了我们今天这种局面。其实大部分责任说起来还是在我。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，通过老师对我们这个感情的分析，让我们重新再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。那么我在这里呢，也向你郑重的表示，以后无论什么事我都会跟你商量，跟你征求你的意见。我们把这个家庭再重新稳固好，让我们的儿子能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希望你把这些所有的纠结和过去都放下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让现在咱的条件也不错了。是吧？这个车也有了，房子也挺好的。我说，这个朋友处的也不错。我希望就是咱能把这个关系能长期稳定的维护下去。那么，更多的可能就是你把这些事儿说出来了，你释怀了，我们能好好的走在一起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来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我觉得他就是今天现场的一个表态，啊，对，其实这种我也知道。让他短时间改变和接受，可能他心理上还是有些接受不了。毕竟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，结婚12年，这只是结婚，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是2000年，是18年了。经历了也太多。其实大部分的责任，其实可能真的是我的责任。怎么说呢？今天我也想借这个节目吧，也是通过老师对这个感情分析，我非常的认可，非常认同，因为说的确实。尤其这老师，你说的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，说的特别对。其实他爱我比我爱他要多，这是实话。我之前呢，因为在他之前我也谈过恋爱，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感情也是很好，因为后来我们俩结合在一起，是他的家庭认可，我的家庭确实是不支持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能走到今天，也是当时也是我的一再坚持，是因为他感动了我。我们中间发生了太多的事儿。我们俩决定举行婚礼的时候，之前我得了一场大病，昏迷了将近1个月，是他在医院里30天，日夜的抱着我的头，就是直到我醒来。是他这件事对我的感触很深，就是我决定娶她，决定照顾她一辈子。所以说今天走到这种结果呢，也不是我想看到的，因为毕竟我儿子大了，孩子也很好，就是我希望更多的。你要爱他呢，还是从我自身上找原因，还是其实我爱他真的不够，真的没有做到一个男人应该做到的那份爱。你这样吧，如果你爱他，好好回去，重新过日子；如果你不爱他，你就告诉他，说我不再爱你，也不要耽误他。其实我还是能把他挽回来了。其实隔阂只是没有捅破，就是没有，因为积怨太久没有说开。我又不太爱听他去诉说这些诉求，导致了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状态。你觉得这个状态，你是应该在这儿发表演讲、慷慨陈词，还是应该去追老婆？我应该去追她。去吧。